三妹快起来，这都几点了？躺在他身边的林玉兰已经不耐烦地嘟囔道：“你还磨蹭什么呀？快起来，省得妈一个劲儿地敲门。”马上就来了。美美看着这乡土气息扑面而来的直筒布裤、花布衫，林玉竹握着衣服的手都止不住的颤抖。怎么还不出来？磨磨蹭蹭的，不知道家里人一会儿都要上班去吗？怎么就把你生得这么懒？林玉竹静悄悄地走到土灶旁，慢悠悠且熟练地把炉火升了起来，心情极为复杂。还在那磨蹭什么？赶紧把锅放上去烧壶水啊！一会儿人都起来了，再烧水做饭了。直到林妈开始炒菜，林家大姐林玉梅才说：“妈，昨天供销售来的人都太忙了，累得今天早上都没听到你敲门。你这工作累，妈知道，做个早饭用不着你。妈，我在家一直这样也不试试，不然下乡算了。”林玉竹想好了，主动出击，没准林妈念在母女一场情分上，还能多给点钱上路。也好，现在上面的意思是每家都要有一个孩子下乡，你要是愿意去，妈也不拦着。回头我找关系，看看能不能让你去东北呢。听说东北那边冬天冷得要命，这你让三妹去不是遭罪吗？你懂什么？东北那边不缺粮，冬天天冷了正好不用出工，不比南方冬天还要出工，闹得一手的冻疮，不说还是冷的。你妹更受不了。听说东北那边粮食比其他地方充实，你去了要真这样也给家里寄信。现在粮站也难排上粮了。林玉竹心里对林妈的话还是保留质疑的。那得给我带够钱，我还能饿着你？钱全是钱。你们这林家从老到小满嘴没离过钱，越大越不愿意说话，整天跟个闷葫芦似的。这要嫁到别人家，不得被婆家搓磨死。林玉竹稀溜地喝着粥，不发表意见。你干什么呢？大中午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而且你说我要妈再给我买个月事贷能成不？你都不如求求大姐。林玉竹想想好像是这么个道理，心里突然又惊悚地想到个事儿，这来了快1个月，还没来过大姨妈。这姑娘不会做了什么傻事吧？你在买月事贷单吗？那个你都没用上2回吧？你来例假晚又随咱妈几个月来一次，量又不多，那月事贷都跟新的似的，咱妈肯定不会给你买。我要是也随咱妈就好了，这玩意越来真烦。待下午林妈下班回来后，指使林玉竹去打酱油，打完回家的时候，就看到林爸蹲在门口。闺女，等下。看样子林爸这是特意等他。林玉竹面露疑惑地看着林爸，这是10块钱，你拿着。出门在外穷家富路，自己省着点花，到了那就只能靠你自己了。再低头看着这一把钱，心情有点说不清的复杂。他一度认为林爸是不关心原主的死活，今天看来也不全是。爸，你哪来的钱？小孩子家的好奇心怎么那么重？等林家大姐回来，林玉竹就跟他说起月事贷的事，听了自家三妹的话还挺诧异，心里琢磨了下，弄个月事贷倒不是难事，点头答应了。姐，钱多少？等妈给了我钱，我就还你。你能有多少钱啊？大姐给你掏。长姐如母，林玉梅抱林玉竹的时间比林妈还要多。这年代家家都是大的带小的。第二天正要把棉衣棉裤装进包袱里，林妈正好进来。别装了，这车上再被偷了。林玉竹面上一僵，这不带过去难不成冬天还穿单衣？你坐车就要2、3天，这车上睡着了被偷了，我看你找谁哭去。再说这么薄的棉衣棉裤你带过去能顶个什么用？我让你大姐这2个月留一下棉花，一有就拿票买回来给你重新续后点。听说那边秋天都要穿毛衣毛裤，到时候我攒点毛线票买2级毛线给你织好一起邮过去。随后林妈掏出7张大团结放在床上，还有些票，仔细看全是粮票，还是全国通用粮票。出门在外小心点，这世道也不全都是好人，你个女孩子多留个心意，可别被人家几句话就给哄了去。我可给你说，没结婚前可不能那啥，你知道没？林玉竹听到这话面红耳赤的，羞涩的点了点头。给你钱你省着花，去乡下也没啥可花的，这钱没准能用个1、2年。不是说还要给家里邮粮吗？算了，就你这性子能弄到什么粮食？林玉竹默默不说话。火车是凌晨4点半到的，天还没亮，林玉竹就起床，把行李都收拾好了。兜里有个牛皮水袋，已经装好水了，是给你路上喝的。也不知道火车上有水没。烧饼我都是2个包的，省得你一下拆开那么多，让人看了眼红。知道了吗？我又不是小孩子了。火车快发车了，我要赶紧上车了。林母脸上的不舍之意，她心里便柔软了几分。妈，你回去吧，路上小心点。林妈也挥着手点头，却没有要回的意思。林玉竹也挺幸运的，竟然还能找到个空位子。她坐的是双人座这边，对面2个女同志坐一起，她旁边的是个男同志。坐在林玉竹对面的女孩开口问道：“你也是下乡的知青吗？”林玉竹点点头。我们3个也是。你好，我叫张艳秋，明艳的艳，秋天的秋。对方普通话说的十分好，细听会带点话音。林玉竹猜测他可能是京城人士，这火车起始站是京都来的。你好，我叫林玉竹，玉是的玉，竹子的竹。你们都是一个地方来的吗？我们是在京城一起上车的，不过我和你身旁的男同志是当地人。这会儿那个靠窗边的女生才开口道：“你好，我叫李向晚，向阳的向，晚上的晚，是护士来的。”林玉竹脑子不停地回忆她看着的一本70年代文，女主便是穿越人士，名字就是叫李向晚，而男主叫李向伟。
这二人可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我叫李向北，与李向晚同志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你普通话说的真好。我妈是妇女主任，集上我们说好普通话来着。随着深聊，他们4个竟然都是到同一个市辖，然后都要坐汽车到县城，再等善水村的人来接，所以他们下乡要去的是同一个地方。经过一路的舟车劳累，几人终于顺利抵达了善水村。这时，有个年轻的男同志笑着冲他们招手，而李向北也加快步伐走到那年轻男同志面前。林玉竹大概估摸着这应该是男主发小王阳同志。你们好，我叫王阳，阳光的阳。既然大家都到齐了，那就快上车吧。善水村是村长带着王阳同志赶牛车过来接他们的，几人纷纷把行李放到牛车上。王阳，你带几个娃回你们住的地方吧。这牛我得拉回牛棚吃草，你们几个娃今天休息休息，明天一早跟着王阳他们一起来上工。几人点头表示听明白，随后村长就离开了。你们来的还算是时候，过2个月秋收，你们也能攒点工分换粮。我刚来那会儿是冬天，村里粮仓里粮食也不多了，分给几个知青一点不够吃，还要算工分。后来村长意思可以拿钱顶工分，大家这才弄了些粮食，能吃饱饭。林玉竹知道这其实是变相的拿钱买粮食，等年前大家分钱，村民们看了知青拿钱也不会有意见了，这也是好事。就是没有带钱的知青日子就难过了。那岂不是粮食都是混着一起放，大家一起吃？她一个女生肯定是吃不过男生的，要是粮食混着一起放，以后定然吃亏。大家都有自己的粮食袋子，自己做好记号，发的粮食都一样，你一顿吃多少就拿多少的粮食出来一起煮，基本不容易吃亏。林玉竹和李向晚还有张艳秋3人同时松口气，随后王阳就带着几人去住的地方。林玉竹他们刚过来，这炕一直没有人帮打理，土炕上还有些土疙瘩与灰尘，这么直接铺草席是肯定没办法睡。咱们把草席拿到桌子上，把炕扫下。还有你们有没有带足够的报纸？咱们最好把炕铺一层报纸再铺草席。2人这才回过神，纷纷点头。还好张艳秋是带了报纸来的，这会儿也不是计较谁不拿报纸的时候，把炕扫干净，3人一起上炕铺报纸。这时3人又开始研究了怎么分床位。我不要睡里面，看起来那么脏。我喜欢靠窗户的位子。李向晚和林玉竹可不这么认为，这晚上要是进来人，靠窗的位置最危险。这话2人都没说，自然也没谁和他抢。好了好了，那就我睡里面，李向晚睡中间，你就睡外面好了。这个年代法律常识还没普及到家家户户，村里还是有那心眼歪胆子大的，别说能不能在村里单独弄个自己的房子住，就是弄到了他一个姑娘家也不敢住。李向晚也不傻，他从行李包里拿出一小摞子土布出来。你们要不要用这土布把炕隔开来？我看是要拿土布遮挡些的，不说咱们之间避讳不避讳，这另个屋还有男生呢，不给炕口这个帘子对咱们女生来说还挺容易走光的。李向晚做足了准备，就连钉子和绳子都带来了。几个女生手忙脚乱的弄着好一会才算完成，现在小土炕就已经被分割成3个小隔间，看起才不显得那么压抑了。就在这时，2位知青凑巧也下工回来了。耶，谁带了这么多土布呀？还有没给我们也上一个，这一炕上的就一头挂帘子不太好看吧？这话让李向晚轻皱眉头，这土布也不是白来的，听王小梅的意思是想白拿。都用完了，再想弄估计你们得去市集上买。王小梅面上有点不高兴，她来这2年了，对新来的知青难免有一种优越感。要我说，一个屋子睡你们弄这个都多余，不如把布拆了挡门上，咱们都住一点，大家都不用走光，剩下土布还能留着弄点别的。咱们都是女同志，还互相怕看咋的？在李向晚看来，王小梅这人有点脸皮厚，没理他的话，直接转身去了厨房。随后林玉竹和张艳秋也跟着出了屋。切，娇气，学资本家的作风，浪费国家资源。都是下乡的知青，何必弄成这样？都一个屋，就他们弄了帘子，我们没弄，让人看了好笑话咱们吗？好像多穷多不讲究似的。就他们娇贵怕看，我们就大大咧咧不怕被看了。你要气就自己气吧，我可得出去看看午饭做什么。哼，探头。男孩只是为女孩夹了个菜，迎来的不是感激，反而是指责。老娘有手有脚，用你给我夹菜。我看你不怎么吃，就想着给你加点菜。哎呦，何远方，你这是春心萌动了。这说的何远方面红耳赤，一句话不敢多说，目光都变得躲躲闪闪的。王小梅，你应该知道流氓罪吧？奉劝你一句，不是只有行为才能判定流氓罪，那些轻浮的话语同样也可以。王小梅脸色一下子苍白了起来，目瞪口呆地看着林玉竹。我也没说什么。还未等王小梅再解释什么，林玉竹直接起身回屋。王阳人不错，把你剩下的粥倒给了何远方，说让他明天还你粮食。幸好你烧饼吃完了，不然扔在那多可惜。林玉竹看着何远方那张脸，着实吃不下饭。刚才的一个饼子，他已经差不多饱了。以后咱们夜里要去厕所多结个伴儿吧，毕竟人心隔肚皮，还是防着点好，可别吃了亏。林玉竹和张艳秋纷纷点头表示同意。真烦，怎么会遇到这种人？村长给新来的知青们放了假，让他们休息1天。到了第2天早上就开始分配工作，于是村长就把4位新来的知青向村民介绍了一遍。4个人里，也就张艳秋被盯得不太自在，渐渐的红了脸。哟，中间那个妹子咋还害羞了呢？是看上哪家的小伙了？四处传来一阵哄笑，张艳秋脸变得通红，心里觉得这村子里的人太过粗俗。这2家的快闭嘴吧，瞎吵吵啥？
再胡说八道扣你公分。这刚来，林玉竹就赶上了除草。他看村里人都是徒手拔草，似乎做惯了，没有半点不适。这才拔了没多久，手好酸啊！竹娃子，有人反映你干活不认真，要扣公分。你下午可得认真，再不认真，你这吃饭都是问题。你看我说的你不信，这村里人贼着呢，你不好好干，一准给你告状。爱告就告，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饭量又不大，公分够用就行呗。这年纪小，眼皮子也浅，这公分多了不换粮还可以分钱呀，他也不想想。刚来的时候大家都跟个愣头青似的，等到了冬天吃不饱受罪时，也就知道公分的重要了。回院的时候，林玉竹凑到了李向晚身边。向晚，你有没有多的棉线手套？我拿钱给你，要我拿2两粮票抵你看行不行？他今天看到李向晚用棉线手套来着，寻思问问还有没有，等空闲时间去县城买，怕是手都烂了。那好吧，正好还多出来一副。今天是由王小梅和赵香兰做饭。下了工，林玉竹在院子里闲坐在个小木凳上发呆。只见村长又领来一男同事，这是你们这批知青里的最后一位，今天才到，你们帮他安排一下。周知青你们自己认识一下，有不懂的你就问王阳王知青，他是老人了，知青点基本也算他管着。我这还有事，就先走了。你好，我是王阳，阳光的阳。来，我帮你拿行李，咱们进屋，先把行李放好。周南自是道谢一番，二人一起进了屋。咱们做菜能不放辣椒吗？我从小就不吃辣，咸辣就别吃呀。又能耐你天天做饭，要我做饭炒菜那就得放辣椒，就这2根辣椒还嫌辣，怎么就你这么多事？张艳秋听后气得直瞪眼睛。你们一直都这么吃辣过来的吗？我一个不吃辣的，硬是变成无辣不欢了。李向晚2辈子都不是吃辣的人，玉里面的窝窝头他都吃不惯，更何况还加个偏辣的菜。不然咱们以后多做道不辣的菜。这农活都干不过来，谁还有那力气多做道菜？不如做梦吧。做梦把辣椒腰吗？林玉竹这话倒不是认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有点想对王小梅。第二天上工，林玉竹充当起监督员的职责，既然不想让他偷闲，那大家索性一起勤快起来。两位大娘，你们这瓜子都快嗑一地了吧，也该干活了。红军家的和王老二家的，你们在聊天不认真干活，我可就要扣你们公分了。啊，大婶，那第二再拔就拔到苗了，该挪地方了。大响家的，你是老眼昏花了，连草和苗都分不清了，拔了苗非扣你公分不可。一时整片地上都是林玉竹和3队长的声音在田间相互交错。等到下午下工算分时，3小组全员竟然差不多都完成了任务，最少的也领了7公分。姑娘呢？你这样可不行啊！林玉竹歪头，一脸迷惑。林丫头，你也别在这装糊涂了，婶儿这一天可让你给折腾的够呛，这腰都快直不起来了。婶儿，你这话可就让我有些听不懂了，我怎么折腾你老人家了？林婶一时竟然无言以对，看这丫头揣着明白装糊涂，心里好气，又不能直接说出干活要偷闲的话，只能憋着。我说林知青，你看我们明天也不背着你告状，你明天也别折腾了，咱们都互相让让。其实林玉竹今天算是占了便宜的，她活没干多少，光忙着看人了，凡事都是见好就收。婶儿，咱们都是老实人，相信以后我们能够团结一致，一心为祖国建设做贡献，做一位辛勤肯干的劳动人民。看王婶在那干眨眼睛，似乎没太明白她话里的意思。林玉竹觉得无趣，今天咱们之前都是对彼此有些误会，今个也算说开了。这个时候大家说话心里明白就好，话不能说的时意会到就行。李婶和王婶同时松了口气，这才放林玉竹走。你看看这丫头这小身板，一天下来能干多少活？行了，别光盯着一个黄毛丫头了，这一天还不累呀？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到底还是不舒服。这小丫头磨了一上午的洋工，现在工分反倒跟他们一样。这是捡到钱了，这么开心。林玉竹看着王小梅，这人中午出工的时候还一副不高兴欠她钱似的，这会儿就跟没事人似的，又跟她搭话。今天你做饭还在这慢悠悠的走，是指望赵香兰把活都帮你做了不成？王小梅眨了眨眼睛，不承认。怎么可能？我这可一直没耽误，下了工就往回走。二人一起回的知青点，路上没事闲聊。我跟你说啊，你最好别跟这里的村民起冲突，这样对你可没好处。林玉竹敷衍的点头，好意他心领了。两人回到知青点，就看到赵香兰坐在院里，正在那跟知青们聊天，很是开心的模样。回来了，那咱们这会儿就做饭，还是等你歇会儿再去做？看来赵香兰也是铁了心要等他一起做饭了。哪有那好命呢？还歇会儿？合着让大家活了这肚子陪你在那偷懒，怎么好意思的？林玉竹都想给王小梅鼓个掌，她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什么是猪八戒倒打一耙。然而赵香兰气得脸色发青，额头青筋都蹦了出来。你还知道大家活了这肚子呢？都是一起下工回来的，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当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呢？以前是不好意思说你，给你留点脸，还真当是怕你呢。到底是谁该不好意思？我可不是最后回来的，我是和林玉竹一起回来的，他可是看到了，我可没偷懒，下了工就一直往回赶呢。看他这理直气壮的样子，赵香兰气得说不出话来。其实算起来，王小梅也就是晚回来那么一会儿，
但是今天让他晚上这么一会儿，明天就能晚上1小时，到后面不用想他都知道，这王小梅都能等他做好饭再回来。啊，你可别拉住我啊，我这是中间被人缠住了，不然早就回来了。王小梅没想到林玉竹能这么不给她面子，转头怒视林玉竹。林玉竹翻了个白眼，都不是什么大事，大家和和气气的，别让人看了笑话。这也没晚回来多会儿，少这么一会儿咱们也饿不死，再这么吵下去可真就不好说了。真的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林玉竹接受不了炒菜放辣椒，于是提出单独分出来自己吃。我单分出来吃，就不跟你们掺和了，你们重新分配怎么做饭吧。我的口粮我单独拎出来，我也单分出来，也不用做我那份了。那这菜园子里的菜可不能白吃。王小梅把话说在了明处，三人也不会装糊涂，都欣然接受了。今年是这样了，这知青点的地可不是你一人的，明年我们要种菜，你可别弄幺蛾子。有些话是要提前说明白的，对他这种人着实不放心。然而王小梅看着中午叫的最欢，说着不能吃辣的张艳秋，阴阳怪气的问他：你不单出去吃吗？跟我们吃想不放辣椒是不可能的，话我可提前跟你说好，别事后再来跟我嚼舌头。张艳秋有意无意的看向李向晚，不禁又把希望放到林玉竹身上，望向林玉竹的眼神充满了期盼。不好意思，我不打算搭伙。林玉竹可是有系统空间吃小灶的人，跟别人搭伙还怎么吃肉？然而村长这边正在与他的媳妇在为知青点的房子太少而感到苦恼。再有知青过来，一样往天祥去接。你当他傻？这每年公社开会都是他去定的，咱们村每年交多少公粮不都是他在周旋？我把知青推他身上，他就能把这活推我这来。他是大队长，本来就该管这个。村长媳妇有些不服气的说道：你懂个啥？依你那说法，我还是村长呢，知青不更该归我管了？村长媳妇被说的一夜，白了自家老头一眼，也不多说了，两口子闹得有些不愉快。这时听门口传来脆生生的声音：村长在家吗？老两口顺着声音一看，就看到林知青站在门口往院里望着他们。村长媳妇看着林玉竹手里还拎着东西，赶忙热情的迎人进院。来就来，带啥东西？你一个女娃娃独自下乡也不容易，快把东西拿回去，留着自己用。林玉竹要是真把这话当真了，那他可能就是个棒槌了。这东西可不是白给您的，这不是有事需要您帮忙吗？啥事？我就一个村长，可帮不了啥大忙。林玉竹看看天色，也不打算跟村长绕圈子，再磨蹭下去天就全黑了。回去一个人走夜路不算安全，中间还要穿过一片玉米地。我想在知青点带的厨房。老知青不跟你们一起吃饭了吗？是不是欺负你了？村长怎么也没想到林玉竹是来找他盖个厨房，是钱烫手还是咋的？林玉竹的目的自然不只是单独盖个厨房这么简单。村长，不然我单独在后院盖个房子，也不要多大，就弄个一间屋，够做饭和住就行。一说盖房子，正中村长心窝。林知青自己花钱盖房子，还能给知青点让出来一个人的位置来。要是再有几个知青自己盖房子，那就更好了。要不盖大一点，这太小了，住着多不舒服。林玉竹看穿了村长的心思，这盖大点就可以再安排新来女知青住进去。我没那么多钱呀。对了，就我说的这么个小房子盖起来要多少钱？要是太多我也盖不起呢。村长脸一红，他那点心思被这小丫头看出来了，生怕小丫头又不盖房了。盖个土房也花不了多少，土砖好说，村子里基本家家都有。像是你们知青点那么大的房子才要个100来块，你这小的40-50也差不多就下来了。林玉竹此时无比庆幸自己有个系统，不然一座小土房算是把他的家底掏空了。现在吃饭哪都花钱。林玉竹在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李向晚，二人相识的那一刻都不算过于惊讶。这是干嘛去？天都黑了，你自己走夜路可得小心。打算去村长那。看李向晚手里拎着东西，二人相视一笑。林玉竹没有继续追问的意思。那你路上注意点。李向晚点点头。等林玉竹错开，都已经走出半米远了，他又叫道：林知青，要不你陪我一起吧。林玉竹回头看了看李向晚，估摸对方也怕一会儿一个人回知青点不安全。再说两人一起盖房子，都知道个底细也好，省得中间出了什么差错。什么？你说你也想盖房子？你们这些知青可真舍得花钱，家里也是真宠。李向晚一听村长用了个，也就知道自己猜的没错。林知青果然是来过村长这想盖房子的。既然都想盖房，不然你们俩一起盖间算了。然而林玉竹和李向晚都笑得极其温和，不说话。好吧，到时候我安排一下。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经过半个月的时间，村长就让人把房子盖好了。这新盖的房子住起来就是舒服，能自己睡一个炕，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恭喜宿主升级5级，可以抽奖大礼包，请问是否现在抽奖？还有抽奖这好事，系统我要抽奖。恭喜宿主喜得茅草屋1间，请问现在是否就建造？建造，肯定要建造。命令完，林玉竹就消失在原地，进了空间。带进了空间后，他就看到原始的小屋子里出来一批小机器人，有拿梯子的，有拿工具的，还有拿材料的，一个个的看上去十分喜庆。系统与林玉竹沟通好茅草屋建造的地点后，小机器人们就十分有效率的干起活来。你们这一搬出去，你是没看到赵香兰早上那脸色？林玉竹看着不停在那摇头砸舌的王小梅，不由翻了个白眼。我们搬出去，赵香兰有什么可不高兴的？李向晚他没搬出去的时候，赵香兰多少跟着沾点光。
他哪次炖肉赵香兰不都跟着混上2、3块的？不说肉吧，就是早上偶尔也还能跟着混个鸡蛋或者咸菜什么的。现在你们一搬出去可好了，什么都混不上了，这心里能好受吗？我怎么听着都觉得你嘴里说的人更像是你呢？你怎么会这么看我？踏进知青点来，你可一直是个刺头来着，你这心里没有点数。不过说来，王小梅固然有些小毛病，可这半个月里说起帮忙来，就属她最给力了。王小梅极其伤心委屈地离开了林玉竹身边。我就说这丫头不是个善茬，你看连王小梅都被她欺负成这样。王小梅可是个出了名炮仗，一点就着，终于迎来了关起门自己做饭的一天。下了工，林玉竹兴冲冲地往家回，李向晚正好端着一盆水出来道：要不要过来一起吃？李大哥今天又打来一只野鸡，果饭都做好了，天热不吃就坏了，就不跟你们凑热闹了。那好吧，一会儿我做好了给你送去1碗。还是算了，我可拿不出什么好吃的回礼。李向晚一愣，很快的又明白了，林玉竹一天就挣那么点的工分，能够自己吃饱就很不错了，哪里还能拿得出什么搭在人情往来上？那我先进去忙了。林玉竹点着头乐呵呵的应和着，靠在椅背上，还没惬意几分钟，前院就传来争吵的声音。只见王小梅怒气腾腾的把一脸晦暗不明的张艳秋连拖带拽的带到后院，一把手松开，掐着腰的大吼道：我做个饭你嫌弃这嫌弃那的，就别跟我们一起吃好了，你去问问人家要不要你，反正我是不要你了。一天天的不是今天病了就是明天不舒服了，什么都不做还有脸在那嫌弃，该你的还是欠你的。凭什么你要我分出来就分出来？你算哪根葱？就凭菜是我种的，锅是我买的，这吃饭的家伙是有哪样跟你有什么关系？这菜也不是你一个人种的，锅又不是你一个人买的，你说了并不能代表大家。那你问问他们可愿意留你？张艳秋又气又委屈地看着跟过来的老知青们，希望有谁能替他说2句话。小梅，你快别说气话了，你让他一个人能去哪吃？林玉竹眉毛一挑，总觉得这话里有话。他不一直觉得自己是京城里来的，看不起咱们这小城市来的吗？当别人看不出他那点心思呢，一天天的摆脸色给谁看呢？呸！王小梅同志，你这是什么话？什么话？人话。王小梅，你欺人太甚！我欺人太甚？你怎么不说你做的过分？我问你，你来这些时日洗过几次碗？你粮食都见底了也不说去借粮，就想着蹭我们的要脸不要？你要是觉得我欺负人，那好，咱们就去卖场好好说道说道，让村长和社员们都听听谁有理，是不是我在欺负你？王小梅噼里啪啦的说了一通，堪称开挂了。林玉竹刮目相看，我这手干活破了1层皮，洗碗实在疼得厉害，兰姐看不过去才让我回屋的，因为病了起不来床，才没去借粮。我都跟兰姐打过招呼了，等病好利索就立马去队长那借粮。你怎么能这么冤枉我？是要逼死我吗？在场的人看着张艳秋惨兮兮的模样，听着她的解释，纷纷又觉得是王小梅小题大做了。看我把这茬给忘了，没给你们打招呼。艳秋确实说过病好了就去队里借粮，小梅快别闹了，再闹下去该让人看笑话了。这饭还没吃完呢，咱们快回去吧，再不回饭都凉了。就你会当好人，反正我不要伺候他，你爱当好人，这碗你洗，锅你来刷，粮食你来借，也别在我耳边嘀咕这嘀咕那，你愿意受气你自己受，反正今天我把话撂在这，要么让他担出来，要么我担出来，这菜园子里的菜有一半是我的，锅碗瓢盆也给我分出来，那口锅的我先做饭，不然我直接把锅给砸了，谁都别吃。赵香兰沉默不语，面色不显，眼里却闪着不善，可远方看看这看看那，突然往前迈了步子，走到张艳秋身旁。要不我和你搭伙，咱俩分出来吃吧。张艳秋都顾不上哭了，晴天霹雳般的看着何远方，嘴角止不住的颤抖。王小梅差点仰天长啸，张艳秋满脸愤恨的撞开何远方跑了出去。真的是新官上任3把火。张艳秋哭着跑出了知青点，来到了村长家诉苦，不料村长媳妇言语伤人。张知青，你让我家糟老头去能替你说啥？让知青点那些女娃娃们伺候你，还是供你吃？你这脸可真大。村长媳妇一脸阴阳怪气表情，深深的刺激到了张艳秋。她一边走在乡间小路上，盯着河面好一会儿，终于下了决心，闭眼跳了下去。碰巧有几个新来看，满村子大声嚷嚷找大人救人，才把人给救了。你们这些女娃娃是怎么回事？有事好好说不成？有啥不能解决的，非得闹得出人命就消停了？村长厉声的训道。村长，这可和我没关系，我可一直劝他们俩消消气来着，没想都是脾气大的。王小梅还是呆呆的站着，反应不过来。村长看他这样也不多说什么了，知道怕就行了。快把人抬进去，你们女知青帮着把衣服给她换下，这2天多照顾照顾，尤其是王小梅你，别欺负新来的知青，她一个女娃娃初来乍到还没适应呢，你都让让。赵香兰看着呆愣一旁吓得不轻的王小梅，转头对林玉竹和李向晚说道：我一个人怕是给她换不好衣服，咱们一起吧。此时2人不好拒绝，便一起跟进了屋里帮忙。村民这会儿大多是同情张艳秋的，王小梅这才缓过神来，眼泪汪汪的。就他会跳河，他跳河你就有理了。那边整理好后，林玉竹就回自己屋了。他这前脚进屋，正准备关门吃晚饭，就看王小梅也跟了过来。
你干嘛跟着我？王小梅委屈巴巴地看着林玉竹，我想找个人说说话。林玉竹呆愣2秒，有些不解王小梅是怎么看待他们2人之间的关系的，这还没好到谈心的地步。那你进来吧。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想不开跳河自尽。林玉竹点点头，这谁没想到？你们来这半个月里，你看他不是哭就是坐在那愁眉苦脸的发呆，干过一点活没有？这个院里谁心里不苦？我刚来那会儿不也一样，硬生生把手磨了一层厚厚的茧子，手过皮了还不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哪里好意思矫情？我来的头1年不会用镰刀，不小心割伤了腿，还不是一瘸一拐的继续上工。知青点这边做饭更是不敢耽误，你敢借着受伤不做事，他们就敢把你行李给扔出来。林玉竹目瞪口呆地看着王小梅，合着这知青点以前都这么厉害？我还把菜园里的菜给你们吃呢，我们来的那会儿连根葱都挨不到，后面粮食不够吃，他们怕见粮，每天话里话外的各种挤兑，生怕给点好脸色我们就赖上，要不是我能干，指不定被他们损成什么样。这要是张艳秋跳河都跳不过来。你现在也不让我们碰菜园子呀？现在说的重点不是这个好不好？他病了我也没说什么，那几天还是我给他熬粥倒水呢。赵香兰干什么了？说起来那就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你别看赵香兰来这有2、3年了，干活也不怎么样，也就比你好一点，一天7、8个工分顶天了。张艳秋没粮了，赵香兰转头就来我这哭穷，看他可怜还是我拿的粮食给他垫肚子呢。不记着好也就罢了，还挑我做菜，我都因为他几日没放辣椒了，看他病好了才放了根辣椒，那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活该我欠他似的。你说这怎么忍？他给赵香兰说粮食的事有个屁用，他用的是我的粮食，这不该给我说。现在好了，弄得我里外不是人了。说到这，王小梅直接气哭，眼泪哗啦哗啦的流。这么说来，王小梅也不算太差劲的一个人。我们过来那天，听公社那边的意思儿，秋收前还要来一批知青，还来一批，这一个就够受了，还要来一批，要不要人活了？这秋收前来也太晚了，就算秋收忙也挣不来1年口粮呀。村民在队里好借粮，可咱们知青那都是要花钱借粮的，再来几个没钱的，还不是要我们这些老知青来接济？林玉竹耸耸肩，这公社要送知青过来，连村长都没得法。你爱吃辣又跟他们吃不到一起，不如趁此就单出来吃。林玉竹觉得还是单分出来吃最好，这样他在村子里还没准能挽回点名声，不然以后还有的呢。单分出来好像我人缘不好被排挤出来似的，多没面子。你好像有个认知不太那么明确，你人缘不好全村都知道。林玉竹觉得还是让这妹子认清一下现实。再说你做饭不积极不就是想偷懒？那还不如单出来吃，只做自己的饭又省力气又不怕被挑剔，关键可以摆脱赵香兰。林玉竹觉得新的一批知青来，前景堪忧。王小梅眼睛转来转去的，起身朝外面走。谢谢你啊，单出来吃这个事我得好好想想。第二天吃完早饭就各上各的工。林玉竹刚到地里，王婶儿就闪着一双锃光拔亮的眼睛凑到他身边，好奇地问着：林知青，昨天你们院里怎么回事？你说说呗。林玉竹看着他身后的李婶儿，也跟着竖着耳朵听。不知道，不清楚。你们一个院的，你怎么可能不知道？王婶，你忘了，我们不住一个屋，他们之间的事我哪里知道？林玉竹挥起锄头给地里松土，王婶差点让锄头碰到，赶紧往后躲开2步，扬着嗓子大声喊道：要我说呀，林知青就是命好，自己盖大房子住，多气派。咱们村里的姑娘哪个有你这么命好？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乔婶儿说的，我那要是大房子，你家不就是豪宅了？咋呢？王花花还跟她几个哥哥住一个屋呢，这可不行。过了年都14了吧，这都成大姑娘了。王婶儿，你还是上点心，不能因为是个姑娘就不在意了，怎么也要腾出个房间来给闺女住呀。王家底下有3个儿子，就只有王婶儿生出个闺女王花花来，其他都是小子。王婶儿生怕闺女名誉受损，赶忙解释道：我们家花花早就自己一个屋睡了，你这娃娃可真小心眼。王婶儿，彼此彼此嘛，快干活吧，咱们可不像人家城里来的有钱买粮吃。真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王小梅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也去找村长盖一个房子，不料村长当场拒绝。气不过的王小梅回去知青点后，把大家搅得鸡飞狗跳。王小梅同志，你这是干嘛呢？我不好过，你们谁都别想好过。你有病吧，王小梅？谁怎么你了？于是知青们都跑到村长家去投诉王小梅，村长没办法，只能同意给王小梅建房子。怎么那么有空？你不做饭啊？王小梅误觉得林玉竹以为她是来蹭饭的，忙解释道：我就来说2句话，我家里来信又想要钱，你说他们怎么想的？我一个地里挣粮的，哪里像是有钱的？林玉竹默默不说话，按有钱他还没这妹子有钱呢。别看盖了房，就看他前前后后置办东西，兜里肯定还有不少钱。你那是什么表情？我可真没钱。对了，你家里这次来信有没有给点钱和票？咱们有时间一起去镇上逛逛，看要买点什么不？想想兜里比脸还干净，林玉竹觉得有必要去趟镇上摸摸路子了。好啊，那我们过2天休息，不用上工了就去。待王小梅走后，林玉竹开始打算从空间里拿东西出来倒卖，
先是打开了系统商场，找到了这个年代的油桶，下单买了几个10斤的塑料桶备用。这么看下来，能卖的东西还是有很多的，油、米、面，还有鸡蛋和老母鸡。一个女孩子卖东西怎么想都不安全。于是接下来的2天，她好好的磨练了一下化妆易容这件小事上，还特意练了下不同声线发音，差不多像个男孩子。到了出发当天，只见王小梅背了个麻袋，看起来鼓鼓当当的。然而林玉竹因为有空间，所以只背了个空筐轻装上阵。咱们不是出去买东西的吗？你这是？我这去年采了点山货没吃完，想着镇上有家亲戚，给他们送点过去。王小梅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有没有亲戚大家怎么能不知道？善水村离镇上算是近的，王小梅和林玉竹运气颇好，碰到了牛车，一人花了2分钱就上了车，2人到了镇上就分散开了。林玉竹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就进了空间，匆忙换上衣服，戴上假发，又用粉底把脸抹得黑一些，这样一个黑瘦的小伙子就出来了。林玉竹之前大致的了解过情况，黑市的位置大概摸出来1、2个地方，而其中一个就在前面一片树林里。小伙子，是买还是卖？大哥，我这是刚进的，想着试试，看能不能卖出去。你这都有什么？林玉竹呆呆地看着面前的汉子，那汉子看面前的小伙子不上当，神色不耐。这地归我管，里面卖东西的都是我的人，不接受外人。你是谁介绍过来的？连这都不知道？来咱这卖东西的外人可都是卖给我的。说完，汉子一皱眉，这小娃娃不会是探子吧？那汉子一起，他手下的人就有几位立马站起来，神色不善地走过来。林玉竹抽了下嘴角，暗道淡定，我这里有20斤玉米面，10斤大米，还有2只老母鸡。这点货不算多，第一次过来都不会卖太多货。汉子没放在心上，随意的把大米翻开一看，不禁又呵一声，这米不错，就是少了点。然后又掂量了下老母鸡，挺肥的，怎么个价？苞米面有票1毛5，没票2毛；大米有票5毛，没票1块；母鸡有票4块1只，没票6块。我不要粮票。母鸡太贵了，3块钱1只，给你工业券。林玉竹故作沉思状，随后艰难的点了点头，生意成交。林玉竹得了14块钱和1叠票券，卖了东西，林玉竹没着急撤，随便聊了2句，打听出来这汉子姓苏，又开始叫苏大哥，聊的关系近了几分，这才离开。听说镇上纺织厂附近有片家属楼，里面有不少住户，林玉竹这怎么能放过？于是靠着打听一路找到了家属楼，背个筐在周边溜达，果然没一会儿有位大妈凑了过来。小伙子，你这筐里都有啥呀？林玉竹咧嘴笑眯眯的，我这有油、白面、苞米面，还有鸡蛋。怎么买？小伙子，你把筐放下来给大娘看看，这要是不多，我就能帮你包圆了。有1块5毛要票，没票不卖。我这就10斤油，鸡蛋有10斤，7毛1斤不要票。白面有票4毛，没票6毛。苞米面有票1毛5，没票2毛。大娘，我不要粮票。2人低声的说着话，就跟做贼似的。大娘有点嫌弃鸡蛋贵，一番讨价还价，最终鸡蛋定在6毛钱。唉，说的口都干了，货没卖出去，就光讲价了。商量好价格，大娘看货不多，怕被截胡，干脆拉着林玉竹去她家，把林玉竹带到院里。大妈让她等着，就出去找认识的姐妹们去了。大妈效率挺快，没几分钟院里就都涌了进来不少人。等卖完，林玉竹没收到几张票券。现在的人手里有钱都愿意买高价粮，票留着家用。小伙子，以后有货就来大妈这，不是大妈吹，这家属院就属大妈人缘好，你这带多少货都能给你包完。大娘你放心，有货我就过来。俗话说医院附近有商机，在镇上的医院周围溜达一圈，就摸索到了一个黑市点。林玉竹想卖东西要上缴1毛钱给看守的人，人家意思是不能白帮你望风。最后林玉竹找了个极其不起眼的角落里蹲着，很快他就迎来了第一位顾客。林玉竹抬头望过去，突然惊讶到了，这不是在粮站里的收货员吗？怎么跑来黑市这了？大哥你好，是要买粮吗？沈伯俊点头，低沉的声音淡淡的问道，都有些什么？苞米面、大米、白面还有鸡蛋。沈伯俊眉头一挑，竟然都是好卖的货品。等又询问了一遍价格，对方起身就走了，多一句话都没说。这人真的是来黑市买东西的吗？这怕不是粮站派过来的探子，准备把这黑市一窝端的吧？林玉竹一时犹豫起来，片刻后打算撤离，人都起身了，就看这货领个胖子慢悠悠的走过来，把他的货都收了吧，你再跟他讲下价。林玉竹一愣，这模式有点莫名的熟悉，一个粮站的售货员，又是黑市里的小头目。李胖子翻开验货后，李胖子心里挺满意，于是又挣到了56块钱跟1叠票券。眼看着快到中午了，林玉竹决定收手，找个地方换装。没想到刚走出巷子，就被一位大婶拉住。小伙子，你这有货没？大婶还时不时的看着周围，跟做贼似的。婶儿，你怎么不进去？这会儿出来谁手里还能有货？婶儿不想进去，进去还要交钱，又不一定真安全。你们买东西还要钱吗？那可不要3分钱，说是不能白替望风，可真黑。小伙子，你这到底有货没？有是有，不过要等我去取货。你取货要多久？离着远不？要是不远，我跟着你去吧。大婶一副不想在这多待的样子，恨不得跟着林玉竹立刻马上离开。婶儿，不能带，这不用我明说，你应该明白怎么回事。要不你给我你家的地址，我取了货给你送过去。大婶想了下，点点头。我家就在这后面3排最里面那家。小伙子，你到了敲门就成。
大婶儿，我这有米面油，苞米面也有，你都要点什么？大概要多少斤？大婶听了这话眼睛一亮，苞米面来个20斤，米面个10斤，油也给我来10斤。我可说好了，这货不好我可不付钱。婶儿，你放心吧，指定是好货。商定好后，林玉竹就跟大婶分开。等他走出另一巷子口，察觉有人跟在他身后，眼睛一转，快走了2步，拐进另一个四通八达的胡同，趁着没有人立马闪进空间，想着等上半小时左右后再出去。林玉竹便笑嘻嘻坐在草地上数起钱来，厚一沓子有230多。林玉竹高兴的只想抖脚。现在已经到了中午，忙了一上午，他是真的饿了。这会儿并不想回空间做饭吃，要体验一次传说中的国营饭店。林玉竹点了1碗米饭和1份红烧肉，刚坐下来没一会儿，就有熟人也坐了过来，正是黑市上的帅小伙和贼胖子。按理说不该啊，那小子面生，口音也不像，指定不是本地人，怎么对咱们这地形这么熟悉？连咱俩都被他给甩脱了。林玉竹他耳朵尖，把胖子的话听得一个字不漏。果然是他们。平常让你减肥不听，现在跟个小孩都能被发现。李胖子有些尴尬，也不定是我胖的事。要不一会儿我去其他店上打听一下，这人面生，没准都有印象的。算了，没必要继续浪费精力。那货虽好，却跟市面上差不太多，不是他们要找的。林玉竹听着二人含糊的几句话，听明白了个大概。他虽然引起人家注意，可关注度并不高。于是林玉竹吃饱喝足后就开溜了。这妹子可真能吃，一个人就吃了1盘红烧肉，应该是下乡的知青，难怪了。等林玉竹赶到供销社，就看到站在门口等着他的王小梅，很是无聊的样子，也不知道等了多久。吃饭了没？怎么才来呀？我就怕你等着急，早早的就赶了过来。林玉竹翻了翻白眼，那你下回晚点从亲戚那出来。再说哪有去人家吃完饭就走的，多不好。王小梅觉得噎得慌，这林玉竹也太实诚了，真以为他是去亲戚家。随后二人没在这话题上过多纠缠，手里有了钱，于是打算去供销社里转转。林玉竹想买的东西挺多的，刚好运气不错，供销社里手电筒和配套电池，还有煤油灯和木水桶这几样有货。然而王小梅也买了不少东西，林玉竹打眼一看，大多都是些生活用品，肥皂、牙膏、雪花膏，还有唯一吃的鸡蛋糕。你这是变阔绰了。如今我一个人住了，也不怕别人占便宜了。二人回去就没那么好运了，一辆牛车都没碰到过。林玉竹把水桶放到背筐里，小件也一齐放进去，咸菜坛子是放不进去了，只能抱着。就这样，二人一路走着回到了善水村。真的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二人一进村还没走多远，就碰到一群儿站在树下聊天的大娘大婶们。其中一个叫李四婶的看到他们手上卖了这么多东西，就感到眼红。都买了些什么好东西啊？给大家伙看看呗。婶儿，我们赶着回去呢，麻烦你让让。哎呀，就看一下嘛。说着，李四婶就对林玉竹的泡菜坛子拉拉扯扯，不料手一滑没抓稳，掉到了地上，砸到了他脚上。气不过的李四婶顺势一手推到林玉竹。哎呀，我的脚好痛，起不来了。林玉竹看到情况不对，也立马做出了反应。哎呀，我的腰好痛啊，我动不了了。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在外人看来，就是李四婶把林玉竹推倒在了地上，两个人一个比一个叫的惨。你可别在那装了，赶紧起来了，我这脚趾头肯定让你砸坏了。你快点赔钱，怎么也要赔我个50块钱。林玉竹眼里一阵嘲讽，你一年可能都挣不下来50，可真敢要。王小梅，你快把村长叫来，我这尾骨肯定是撞裂了。哎呦，疼死我了，快让村长帮我弄辆牛车，我要去医院。哎呦，动不得呀，救命啊，欺负人了，我这不是惨了吧。林玉竹演得十分逼真，让围过来的大娘大婶们都觉得疼。这尾巴骨磕一下那可有的受，经常和林玉竹吵嘴的王婶先出来说话。这不是真的磕坏了吧？这要是真的磕裂了，不能残了吧？李四来家的，你这惹上事了。这林知青要是真的残了，你们家不得养人家一辈子啊！你先别乱动，我马上这就找村长去。你们别信他，他这是装的。哎呦，王婶儿，你可帮我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林知青，你放心，咱们都看到了，肯定跑不了他。李四婶气得直跺脚，也不嫌脚疼了，气急败坏地骂道：“你这小贱胚子，我让你装！”说完顺势就要一脚踢过去，一群人拦着没让李四婶踢到林玉竹，然后群起而攻之，呵斥他：“你这脚不是好好的吗？还在那让人家赔钱呢，还要50，踢起人来的时候怎么不想着50了？”林玉竹也跟着点头：“就是，这腿脚咋这么利索呢？哎呦喂，欺负人啊，讹人讹到天上去了！我要找公社领导替我做主。”赶过来的村长就听到最后面这个句话，脸色一变，张口就训斥李四婶：“我说你这个老婆子还要不要点脸，连个女娃娃都欺负，把你家老四喊过来。我问问他，你们家这2年欠队里的工分啥时候还？一天天闲的不干活，在这惹是生非，这工分就一直欠着了。再找会计过来算算，你家今年挣了几个工分？工分不够，你们一家都给我滚蛋，别在这当生产队的害虫。”李四婶一听脸色一白，吓得不轻。这要是村长当他家老四面这么不给面子，回去非得揍他一顿，拿他出气不可。万一真被赶出村子，他可就没活路了。村长，我就轻轻地碰了他一下，他这都是装的。哎呦喂，我怎么动不了了？肯定是残了。村长脸色铁青，额头青筋都蹦了起来。
村长，这小丫头她就想讹人。刚才明明是你推了我，还想要我赔50，你这不是想要我的命吗？你可得了吧，咱们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就是你给人推倒的。就是，场面又热闹起来，也不知村民是被李四婶欺负狠了还是怎样。这会儿基本全是村民讨伐他的声音，李四婶百口莫辩。能起来不？试试，你轻点拉我，痛痛痛，轻点扶轻点。我已经很轻了好吗？村长看林玉竹能站起来了，就和稀泥，真摔裂骨头，他不可能还能站起来。于是他给林玉竹放了2天假，又让李四婶陪他2个鸡蛋养身体。这事就算这么完了。李四婶还想要说他的脚，直接被村长给瞪了回去。林玉竹瞥着王小梅，快点收拾我东西啊！王小梅这才反应过来，赶忙把洒落一地的东西收拾好。我看你这样也没法做饭了，这不，做饭时候顺带了你一份。林玉竹突然有那么一丢丢的感动。王小梅没发现他是装受伤，她不打算说明，这年代一点点的小事都有可能被放大。那可就谢谢了。王小梅听林玉竹道谢，反而挺吃惊，又有点不自然的说道：这菜我就不计较了，可这粮食你得补给我，一会儿你自己拿，顺便再拿点樱桃回去。王小梅眼睛一亮，真的，可不能后悔。这菜炒的除了辣再没其他味儿了，也不怪张艳秋挑你。王小梅一听立马就不干了，嚷嚷道：我要是有油和酱油，我这菜还能差了。真的是15个吊桶打水，7上8下。然而还没开心2天，村长就又领着一批知青回来了，分别是3男2女。村长，你把我们特意叫过来做什么？咱们村又来了几位知青，你们这些老知青都要互相帮衬一下，做人不能太自私了，多做好人好事。村长，这都要到秋收了，去年发下的粮只够自己吃了，哪里还能匀出去？这秋收吃不饱，还有力气去干活吗？咱们这次又来了3位男知青，前院已经住不下了，要不你们后院的让出1间房来。王小梅这窜天猴的性子一下子又炸了。什么要让房子？我盖这房子前后花了老鼻子钱了，怎么能说让就让？王小梅这话一下子让村长下不来台。林玉竹看出来了，今天他们让出1间房，明天就得让出2间，后面全让出来也是有可能的。想来村长也不是要霸占我们房子的意思，如今地主都不敢这么干，可能是我们理解错了。村长，你是让我们让出房来，那意思是让新来的知青补上我们这因为盖房子前后花的钱吗？那这屋里置办的东西他们要不要？还是这钱村里替他们贴补？反正我那屋的炕就只能住下1个人，这前后买这买那的没有个100也不下70、80了。村里怎么可能出钱买房？村长听了林玉竹的话，脑子都清醒了不少。这会儿他敢霸占房子，这几个知青就敢告到公社去。那也不能让新来的同志们没个地方睡呀。张艳秋在一旁小声的嘀咕着，可满院子里的人都听到了。那就让男知青和女知青换下屋，这样不就好了？村长一听眼睛一亮，女知青们那屋大，到时候再搭个炕，就是再来2个男知青都能住得下。这怎么能换屋？那屋可是死过人的。告知青封建迷信那一套可要不得，你们男知青和女知青换屋子，1个中午的功夫也够了，不行下午晚点上工，男知青们挤一挤，等晚上下工给你们那屋搭个炕，就这样吧。村长接二连三的被下面子十分恼火，说完抬腿就走，生怕有人追上来。新来的男知青们还真拿不出钱来，他们现在身上的钱够买粮吃饱饭就不错了。不然男知青屋里再搭个炕，我们那屋放张桌子都迈不开脚，搭不了炕了。小姐妹俩人听到男知青屋里去世过人，说什么也不要住进去。湘北哥，我害怕。李向北愣了一下，随后冷声的问道：你是？我们好像不认识吧？湘北哥，我家就住在你们院后面呀，你和我姐姐不是？嗨，这话说的不清不楚的，在场的人还都以为董甜甜和李向北有什么不可言说的。李向北转头看向董甜甜，认真且严肃的说道：你说清楚，我并不认识他，我可以很肯定。说完后，还有些心虚的看向李向晚。李同志，是我妹妹没说清，我们高中是一个班的，你不记得了吗？你之前落在地上的一本笔记还是我帮你捡到的，可能是我妹妹在家里看到过你的笔记本，误会了。你这孩子也真是的，怎么没问问我就瞎以为了呢？这年代，男女之间传个小纸条就能说成是在谈恋爱。李向北不认识1、2个班级里的女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抱歉，我是真的不记得你。二人面上尴尬起来，他们就是冲着他来的，怎么也没想到见了面会是这般情况。董家姐妹逐渐红了脸，有些委屈的站在那，楚楚可怜。啊，最近我懒得生火，不然我让你那凑合一顿。林玉竹发现自己最近脸皮是越来越厚，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你拿粮食过来呗，不过菜里辣椒不能少，今天想吃辣，多放点，多放点。王小梅总觉得有什么阴谋。那你拿了粮食过来后，再去园里摘菜，我生火做饭。到了中午，前院他们这边冷锅冷灶也没个人张罗做饭。赵香兰眼珠子一转，便出了屋往后院走去找李向晚。张艳秋也猜出赵香兰是干什么去了，她不过晚了2步，正好看到赵香兰留在李向晚屋里，也跟李向晚攀谈起来。张艳秋，你也来了，不过我们的饭不多了。人家都这样说了，张艳秋不得不转身离开。这前脚刚走，后脚董家姐妹也来了。湘北哥，我们坐了1路的车，这会儿又累又饿，可不可以？话没说得太明白，眼里满满的暗示，不时还看看李向晚。饭不够了。随后董家姐妹儿委屈巴巴的从李向晚这出来，转身又来林玉竹这边，
蹭饭是小事，他们主要目的是想打探消息，顺便认识认识人。我们也快吃完了，菜就剩这些，苞米馍馍是没有了，就做了2人的份，还都吃完了。你们看着也不像条件差的，这路上怎么也得剩点干粮吧？倒碗开水就着菜吃也能对付一顿。董家姐妹俩听得有些傻眼了，看着半盆子辣椒，连个肉丁都没有，她们觉得吃着剩下的破菜还要搭个人情不划算。等董家姐妹走远了，王小梅看着林玉竹满眼的敬佩，我就觉得你今天不对劲儿，还想吃辣呢，你这心眼可真多，合着你早就猜到这些人会过来蹭饭，难怪你个子不高，都是让心眼给坠住了。林玉竹冷冰冰地横了王小梅一眼，鄙视道：我个不高也到了1.6米，你呢？1.5米几的小矮子好意思说我？我这是从小没吃饱，不然我肯定上1.6米。林玉竹目前人设是靠家里扶持过活的，这就让她无力反驳，况且她在林家还真没挨过饿。这中午还没多想，你说这又来这么多知青，秋收后分粮食，村长会不会要咱们接济新来的知青呀？林玉竹一沉默，王小梅立马慌了，不能真这样吧？咱们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吃，哪里还能分粮食给别人呀？村里总不能饿死他们吧？别胡思乱想了，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呢。林玉竹总觉得有哪里不太对，他对70年代下乡知青的情况了解的不多，可既然秋收前下放，公社总要安排粮食。今天中午咱们也没给村长什么面子，不会得罪了他吧？你说这知青一批一批的来，公社1年就几个回城的名额，这以后村里要是有回城名额，村长不会卡着咱们不给吧？这会儿的村长手里还真有点小权力，且不说几年后的高考，就是这场风波过后，知青们也不是一窝蜂的全能返回城的。今天最不给他台面的就是你了，但不至于得罪死。王小梅有点着急，想想好像是有些冲。你要是真的心慌，那就送点东西给他个台阶下。我这啥都没有，送啥？不对呀，你中午还说他是老财主压迫人民呢，你这也挺没给他面子呀。林玉竹翻白眼，他可没这样说过。我跟你说件事，你别告诉别人。王小梅贼眉鼠眼的看着周围，悄声说道：什么事呀？你放心，我不跟别人说。林玉竹也学着王小梅悄声的说：我跟你说，去年村里来领导考察过，我偷听到县里有领导想在附近几个村建小学，领导那意思咱们村最有可能。如果真的在村里建了小学，这老师是不是优先从村里挑？肯定呀，你想想这工农兵大学的名额，村长都能给他女婿弄来，老师的名额不更轻而易举的事了。林玉竹明白王小梅的意思，村长这小老头可是给女婿弄到过一个大学名额的，由此可见他手里一定有人脉。那还真要上心下了，是吧？我都打听过了，村里招的老师计工分，按月算，1个月300公分呢。林玉竹眼睛一亮问道：你还知道有希望进小学的其他几个村吗？那不知道了，这都是凑巧听的。今天这事真不算什么大事，顶多就是口角上得罪了一下。我看咱俩一人凑5个鸡蛋送过去也就差不多了。我看也行，那一会儿咱俩去隔壁找陈婶儿换点鸡蛋。林玉竹本来想从自己空间拿，可想想还是算了。可以这么说，从乡镇到村里，只有养鸡的人家才有鸡蛋。婶儿，村长在家没？伸手不打笑脸人，村长媳妇看着林知青一脸笑意，估摸着不是来吵架的。老头子，家来人了。你们2个娃娃过来有啥事？村长觉得自己一把岁数了，没必要跟2个女娃娃置气。再说这会儿他也有点心虚。今天中午我和王同志对你老人家说话冲了点，后来想想你老人家也是为新来的知青着急，我们怎么也不该当这么多人面这么不给你老人家面子，还望村长别放在心上，说来你也体谅一二。这房子我们还没住热乎呢，就给让出去，哪里不会急？这也真是急得口不择言了。村长听着文绉绉的话，嘴角直抽抽，想着这俩丫头可真是能屈能伸，笑的时候是真笑，骂的时候也不带眨眼睛的。这城里来的丫头说话听着可真顺耳。林知青还是你了解你村长叔，他就是好心办坏事，也不想想这些新来的知青有没有钱补你这房子。你们2个小丫头可别放在心上，这房子该你们的还是你们的。这次算是你叔儿急糊涂了，你说这公社一下子下放这么多知青，可给你叔儿愁毁了。林玉竹就有些佩服村长媳妇儿，她这话说的可真是滴水不漏，几句话差不多就给村长洗白了。叔儿婶儿，我们也回去了，锅里还炖着饭呢，再不回就干锅了。哎呀，那得赶紧回去看一下，可别把锅烧坏了。这你们拿回去，这要是真收了，不是不要脸面了。婶儿，这也是我们的一片心意，你留着给家里的娃娃们补身体。那怎么行？快拿回去！快拿回去！这收了我成什么了？村长媳妇的手明显一紧，林玉竹也不可能真把鸡蛋全拿回去，留下4个鸡蛋后2人才回家。待人走后，村长媳妇才说道：我看这执行典礼就这俩丫头会来时，你咋没带手电筒来？去陈婶那拿个手电筒，你是生怕他不知道咱们换鸡蛋是送人的吗？他真有那聪明，小心一点走没错。你今天这嘴可真利索，不错不错。村长这边就算混过去了吧？正常应该是过去了。别，2个鸡蛋啊，就不该多嘴。你看人家李向晚那才聪明呢，从头到尾都没顶过村长。王小梅还在巴拉巴拉的说，秋风瑟瑟，林玉竹打了抖喃喃的：怎么觉得有点凉呢？起风了，快点走吧。
这一刮风怪瘆人的。二人不禁加快脚步，等路过一片玉米地的时候，听到点声音，二人顿时不约而同地放轻脚步，一些不可描述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他们做贼似的走过，片刻都没敢停留。刚才地里是不是有人那啥？林玉竹一愣，突然想笑，才想起这时候的女孩子在男女方面很单纯的，故作不懂地说道：“你说的啥？我怎么听不懂？”呆呀，就是呆，不对，你不知道你也脑敲的干啥？林玉竹嘻嘻一笑，这不跟你学吗？你可别装单纯了，你说这咋胆子这么大呢？要是让人发现，那可是要去劳改场的。时间匆匆而过，村民们都在风风火火地忙着抢收，因为村里老人预计会有一场暴风雨来临。然而张艳秋在抢收的时候被镰刀割到了腿。知道你受伤，后院那几个一点反应都没有。不说王小梅吧，那2位可是跟你一起来的，理应互相照看一下。你看看现在连面子情都不顾一下了。他们一个个过得滋润，哪里会管我？生怕我贴过去呢。你也别太多心，可能都是年纪小还不懂人情世故呢。估摸着都是家里娇惯般长大的，还不是靠着勾引男人才过得滋润。呸！李向晚搬家的那天，他就看到李向北拿着一个包去了他那。后来再来知青点收拾东西的时候，张艳秋无意中看到过李向北的那个包，包里装着全是票和钱。谁勾引男人？李向晚还是林玉竹？总不能是王小梅吧？赵香兰尴尬的笑笑，解释着：“不一定的是，还能谁？他们3个人最漂亮的那个呗。就王小梅那矮戳子，她还想勾搭人？做梦！到底是谁啊？这话道一半的，让人听得抓心挠肝的。王阳家里似乎挺有钱，我看他们私下……不说了，也许真就是看差了。那向北哥不知道吗？可真是一片真心错付了。想不到向晚姐是那样的人。董秘密说完叹了口气，一副替李向北惋惜的样子。向北哥终究是看错人了。张艳秋，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和王阳不清不楚的了？我没说。你怎么没说？不是你说的还是我说的？分明是你骂向晚姐狐狸精，因为到处勾搭人才过得这么滋润的。香兰姐可就坐在一旁听着呢。坐在一旁的赵香兰尴尬的笑了笑，这都是话赶话，张志清没这意思，可能是你听差了。香兰姐，你跟他关系好，可也不能这么护着吧？向晚姐平日里也对你也不差，不能吃着人家的饭还帮别人忽悠人吧？误会，都是误会。下午还要上工，累了一上午了，这是要不以后。李向晚懒得跟这些人再虚与委蛇，紧抿唇角，一步迈上前，挥起一巴掌扇到张艳秋的脸上。这一巴掌是告诉你，我不是好欺负的，容不得你在背后编排。女孩子的名声多重要，你不会不知道吧？再有下一次，就不是一巴掌了。还有，你要是又不想活了，最好找个其他法子，毕竟伤了一条腿也不知道再跳次河还能不能等到人来救你。别一不小心真把命给搭进去了，你就是真死了我也不怕。你凭什么动手？什么意思？他上次是装跳河自杀。还没等张艳秋说完嘴里的话，王小梅炸锅了。只见她横眉冷对，咬牙切齿地盯着张艳秋。我们来的火车上，张知青可是特意炫耀过他下河救人的光荣事迹，街道还特意给他发了一朵红花呢。你这个贱人，害得全村里的人骂我，老娘今天非扒了你这张皮不可，看谁还信你这种满嘴跑火车的谎话精。说完撸起袖子就要扑过去，只见林玉竹上前抱住他，放开我，今天我非得把他打得连他娘都认不出来。林玉竹差点被王小梅拖出去一个跟头，也不知这小矮子怎么这么壮。猪队友带不动，算了，管不了，我尽力了。本以为王小梅真会冲上前把张艳秋一顿胖揍，然而只是爬到床上，拽着对方的衣领使劲的摇，边摇边骂着不要脸、谎话精之类毫无震慑力的脏话。你和张艳秋也是坐一趟火车来的吧？你之前知道她会游泳不？这事我还真不知道，我是后面才上车的。可话又说回来，我就算知道了，那会儿也不会当众揭穿他的。毕竟我们来的时候你也没多少善意，相比张艳秋，帮你不见得是很好的选择。你肯跟我说实话，说明你没把我当傻子，你这是把我当成朋友了。你不问问中午后面都发生什么了？发生什么了？哎呀，你是不知道张艳秋这怂货，我拎着她衣领的时候，她硬是一句话不敢放，被我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还是赵香兰上前拉开我，把她救了出来。那李香婉呢？她又怎么了结的？她都打了人一巴掌，还要咋了结？你走没多久她就回了，还不如我呢。好歹我拎着她骂了半个多小时，你们这些长得好看的小姑娘就是不抵用，还好说话，名声都差点被毁了，就一个巴掌就完事了，这不是好欺负是什么？你还知道人家名声毁了，那你怎么不想想你的名声呢？